原来在下车之前，苏无忌就再度拨通了宋鹤鸣的电话，并且他还一直开着免提。魏高浪和林景泽那无比嚣张的话，全部一字不落地被宋鹤鸣听见了。此时坐在这商务车后排的某个女人，眼神已经变得冰冷，身上的寒气让车厢里的温度瞬间下降了好几度。宋鹤鸣看了看明显进入暴走状态的岳冰凌，对着电话说道：小苏，你让那俩家伙等着我，今天这事儿我来给你摆平。他的这句话已经通过免提传进了魏高浪和林景泽的耳朵里。魏高浪呵呵一笑：你丫的又算是哪根葱？等你来了，我他妈的连你一起揍。苏无忌差点忍不住笑，顺手把电话挂断了。电话那边，宋鹤鸣的眼神阴沉，岳彤宇的嘴角控制不住地抽了抽，憋得有点辛苦。岳冰凌开口了：宋局，让世家子弟嚣张成这个样子，中歪调查局是干什么的？如果这种情形继续下去，调查局可以改成欺软怕硬局了。岳大小姐情绪上头，真的杀疯了，连领导的脸也照答不误。岳彤宇立刻道：冰凌，不要乱说，在宋叔叔的位置上要顾及很多关系的。宋鹤鸣的脸色不太好看。冰凌说的没错，我这个副局长有些失职，下次民主生活会上得公开做出自我检讨。岳彤宇连忙解释道：宋叔叔，您别误会，冰凌他不是这个意思。岳冰凌冷冷打断：我就是这个意思。魏高浪盯着苏无忌说道：苏老板，我建议你立刻拿出个态度来，不然你今天是真的很危险。话音落下，那上百名打手全部围了上来。魏高浪打了个响指，随后上百人齐齐弯下腰，手里的钢管和螺纹钢在地上重重一敲。哐！苏无忌乐了：干说不说还挺有气势的。小庞问道：老板，要不要留活口？听了这句话，魏高浪和林景泽对视了一眼，都有些怀疑自己的耳朵了。两个人对上百人，还问要不要留活口，这傻大个有脑子吗？苏无忌却笑了笑：庞安要是在首都还需要我们动手，某些人的脸不得疼死。他的话音落下，远处的天际线已经隐隐地传来了轰鸣声。魏高浪一开始并没有把这轰鸣声放在心上，他的声音冷冷：苏无忌，立刻给穆千羽打电话，不然今天我会让你再也站不起来。的确，他真的很强壮，看这体格得赶得上苏无忌两个了。真是有意思啊。苏无忌呵呵一笑，随后说道：首都这金融圈子的门票就这么贵吗？林景泽微微嘲讽地笑了笑：你既然知道这里是首都，就该遵守这儿的潜规则。这里每个圈子都有每个圈子的规矩，和宁海可不太一样。其实他父亲名下的邦林资本集团，其中大部分的资金运转都是靠着类似的白手套生意。在首都那些纵横交错的关系网上，趴着太多的肤骨之躯了。苏无忌这次来首都，本来都没怎么想起来这件事情，可是这些敲竹杠的着实是急不可耐，甚至还一口气直接把价码提高了10个亿。苏无忌摇头笑了笑：话说你们可能没机会把这潜规则用在我身上了。天空之中的轰鸣声已经越来越近，越来越响。10架直升机已经在视野之中越放越大了。魏高浪盯着那直升机，明显有些意外地喊道：竟然是直负20。他和林景泽对视了一眼，两人都嗅到了不正常的味道。
毕竟在首都，如果没有经过特殊申请，直升机是严格禁飞的。而军方这直升机怎么会从首义开发区经过？等直升机走了再动手。魏高浪沉声说道。可是这些直升机径直朝着他们飞来，高度居然在不断降低，显然不是路过。半分钟之后，直升机飞到了这群人的头顶10米处，组成了一个空中包围圈。而这10架直升机的舱门都已经打开，舱门机枪的枪口已经调转，对准了下方众人。凛冽的肃杀之气简直铺天盖地。机降绳垂下，全副武装的行动组成员迅速滑落而下。看着此景，魏高浪和林景泽皆是忍不住地打了个哆嗦。下面的打手们什么时候见过这阵势，手里的钢管都要拿不住了。他们是来做什么的？魏高浪的声音都有些发颤，因为这些战士们散发出来的杀意实在是太清晰、太浓烈了。那些行星安保公司的高级保镖已经立刻将2位雇主围在中间，但在这些行动组成员们面前，他们显然远远不够看的。苏无忌，你犯什么事了？林景泽强行给自己壮胆子，问道。这些特警是来抓你的吧？他还分不清来的人是哪个单位的。魏高浪则是高声喊道。苏无忌，快去自首吧你，别他妈的牵连了我们。苏无忌呵呵一笑。抓你妹啊！小庞听了，忽然抬起脚来，将挡在面前的行星保镖一脚踹飞了好几米。这一脚的力道十足，把另外一名保镖也给撞飞了。航星安保号称自己的保镖是业内最好的，可在小庞的面前和纸糊的没什么两样。小庞一脚踹飞2个人，往前迈了一大步，直接将魏高浪拎了起来。他揪着对方的领子，沉声喊道：你妹呢？魏高浪。啥？林景泽被小庞的超级身手吓得往后面退了一大步，连忙喊道：快点动手，给我弄死他！然而回应他的是一声枪响，在首都的地界开枪。一名行动组成员持枪对天开了一枪，随后冷冷喝道：谁敢动手？林景泽和魏高浪在首都混了20多年，还从来没见过这个场面。那些打手们皆是被吓得哆嗦了一下。小庞见状，随手把魏高浪丢在了地上，回到了苏无忌的身边。剩余的10来个行星保镖看着这尊一招秒掉2人的大神，一个个眼底都有着畏惧，连动手的勇气都没有。一名全副武装的行动组成员一枪托把挡路的混混砸翻在地，走到了苏无忌的面前。他立正喊道：苏组长，我们来晚了。他叫李高乐，也算是资深组员了。苏无忌说道：行动组解散了，也别喊我组长了，今天就是请你们来帮我一个忙。魏高浪和林景泽完全不知道发生了什么，一个小小的酒吧老板怎么能惹得特种部队出动呢？你们一定是搞错了。魏高浪喊道：这个苏无忌是个灵州的小混混，怎么成了你们的组长？这不可能。闭嘴！李高乐冷喝一声，冷冷扫了一眼魏高浪和林景泽，道：把他们俩给我控制起来。是。看着这穿着，很容易判断出到底谁是罪魁祸首。魏高浪和林景泽立刻被反剪双手，按到直不起腰。这一刻，2人都意识到是踢到了铁板，冷汗大滴大滴地滴落而下。而接下来2支枪直接顶到了他们的脑门上。魏高浪心中的惶恐已经被无限放大。
这家伙看着确实强壮，可此刻他的双腿发软，根本支撑不住身体，膝盖一弯，一下子跪倒在地。至于林景泽也好不到哪去，他的2条腿简直像是筛糠一样的哆嗦着，之前那风度翩翩的模样完全消失不见了。李高乐看向苏无忌：“苏组长，他们欺负你了？”苏无忌说道：“倒也谈不上是欺负啊。”听到这儿，林景泽立刻说道：“是，不是欺负，我们是在很友好的商谈事情。”苏无忌淡淡说道：“的确不是欺负，而是绑架，是勒索，是敲诈，是故意伤害。”这几顶沉重的大帽子接连扣下来，林景泽和魏高浪都要呼吸停滞了。可是现场这么多带着武器的打手，不是绑架敲诈又是什么？你们可真是活腻了。李高乐走过去，一脚踹在了魏高浪的脸上，把他的鼻梁当场踹骨折，鲜血流了满脸。随后李高乐又是一拳，狠狠砸在了林景泽的脸上，后者这一下也是鼻梁骨折，鼻涕眼泪鲜血一起涌出来。我是首都魏家的魏高浪，我爸爸叫魏东鹤，你们不能这么对待我。魏高浪喊道。这家伙的反应也是够迟钝的，这时候终于想起来要搬出靠山了。然而这李高乐也是个暴脾气，他又是往魏高浪的肋间狠狠地来了一脚。我不认识什么魏东鹤，你今天把天王老子喊来了也没用。此时行动组的成员们都明显有些情绪上头，如果不是心里还想着所谓的原则，恐怕早就忍不住对这些打手们动手了。前一天夜间的作战行动中，如果没有苏无忌，他们肯定都没法活着回来。而现在，居然有人敢为难他们的救命恩人。仅仅一场战斗，苏无忌就已经在行动组内部树立了强绝的威信。李高乐对苏无忌说道：“苏组长，要不要毙了他们？就是你一句话。”苏无忌摇了摇头，笑道：“这点小事哪用得着毙了？”魏高浪连忙喊道：“是的，这可不是杀人罪到不了枪毙的程度。”苏无忌：“是的，抓回去判个无期就行。”魏高浪接二连三地被玩弄，颜面彻底扫地，终于怒气上涌，气得大骂：“苏无忌，我操你妈！”听了这话，苏无忌的眼神一寒。他之前都是无所谓的态度，但魏高浪的这句脏话明显让他的情绪开始变得不一样了。看着魏高浪，苏无忌淡淡说道：“你刚刚说什么？我没有听清。”那些和苏无忌打过架的人都知道，每当苏老板说出这句话的时候，意味着他要再给你一个下台阶的机会，不然可能就会很惨了。如果你承认什么都没说，并且立刻道歉，苏老板可能还不会把你怎么样。但魏高浪偏偏又吼道：“你给我听清楚了，我说苏无忌，我操你妈奸！”苏无忌摇了摇头：“如果你这句话骂的是我爸，我说不定算了，我爸也不是你能骂的。”随后他看了看魏高浪，眯了眯眼睛：“小庞把他的舌头给我拔了。”把他的舌头给拔了。这句命令下的足够清晰具体，小庞不会产生任何错误理解。魏高浪刚刚还怒气直冲脑门，此刻看到苏无忌这凛冽的眼神，又说出这么狠的话，让他立刻控制不住的连连打寒颤。小庞走到了魏高浪的面前，那蒲扇般的大手伸出，一把捏住了对方的脸。不要不要不要！魏高浪拼了命的摇头，他感觉到自己的腮帮和下巴都要被捏到爆开了。
他内心之中的惶恐已经浓烈到无法形容，身体也对这种恐惧给出了反应。膀胱的大门一松，裤裆立刻湿了一大片，根本憋不住。哗啦啦啦，苏无忌对李高乐说道：“我的人要动手了，让兄弟们松开手。”他之所以这么说，是不想让控制住魏高浪的2名行动组成员在事后承担帮凶的责任。李高乐却一挥手：“苏组长，他们不会松开的，我们和你是同一条战线。”那2名反剪魏高浪胳膊的行动组成员皆是重重应声：“谢了，但没必要。”苏无忌说道：“小庞让2位兄弟松手。”小庞抬起双手，在2名行动组员的肩膀上轻轻一推。这个动作看起来简简单单，可那2名组员瞬间便踉跄着后退好几步。这一刻，他们意识到，如果这个大个子全力推一下的话，他们可能得直接飞出去。小庞随后又捏住了魏高浪的脸，随后他的大拇指、食指还有中指同时插进了魏高浪的嘴巴里，一拧一拉，哟，呼吸！魏高浪发出了惊天动地的惨叫，紧接着他便叫不出来了。这家伙跪趴在地上，鲜血不断地从嘴巴里面涌出来，剧烈的疼痛让他的眼前一阵阵的发黑，近乎昏厥。虽然小庞没有把魏高浪的舌头全部扯下来，但舌根已经被生生扯断了大半。随着魏高浪的不断吐血，他的舌头有一节都已经耷拉在嘴巴外面了，根本收不回去。看着这情景，林景则只感觉到头皮一阵阵的发麻，他根本无法想象这种疼痛竟然也是被吓得当场尿了裤子了。李高乐则是低吼了一声：“真他妈的爽！”此时在场的绝大部分行动组成员都和李高乐有相同的想法，对于这种习惯于横行霸道的世家子弟，就该以暴制暴。而一个很关键的细节是，即便在这种时候，苏无忌还能为他们着想，让他们撇清责任。这样的副组长谁不爱？而这时候，在3公里外的道路尽头，有一台商务车从拐角出现，迅速地朝着冲突现场开了过来。宋鹤鸣坐在后排，远远看着凌空悬浮的10架直升机，说道：“冰林，你教教我，这动静闹这么大，事后上面问起来我怎么说？”这语调不咸不淡，让人有些猜不透他的真实想法。起码岳彤宇判断不出来此刻的宋鹤鸣到底有没有生气。岳冰凌：“不用宋副局长操心，行动报告我来写。行动处今天全员出动，在首义开发区抓捕恐怖分子。”恐怖分子？听了这句话，岳彤宇惊奇地瞪大了眼睛，而宋鹤鸣却嘴角轻轻翘起，笑了一下。因为放在以前，对于规则严格遵守，甚至近乎到死板不懂变通的岳冰凌，根本不可能说出这种话来。他以前一定是如实报告，写清楚所有细节和原因。岳冰凌的改变并不只是口头上说说而已，他已经开始试着带入另一个视角来解决问题。苏无忌这家伙的感染力真的很强，冰凌这才接触他多久，就已经出现这种变化了。岳彤宇忍不住地说道。岳冰凌没搭理自己的老哥，并未出言解释。也许就连他也认为自己的改变和苏无忌有着很直接的关系。等商务车开到地方，魏高浪已经疼得晕过去了，而林景泽则是吓得瘫倒在一滩液体里。那上百个打手则是把钢管球棍全部丢到一边，双手抱头，
蹲在了地上。因为来的不只是10架直升机，还有20台防爆车。上百名全副武装的战士从防爆车上跳下来，端着枪指着那些打手的脑袋。阅兵营从一开始就是让整个行动处集体出动。调查局的行动处自成立以来，还从来没折腾出这么大的动静过，更何况这儿还是首都的地界。看到宋鹤鸣来了，行动处成员们也稍稍有些意外，毕竟这位实权副局长很少亲临行动的第一线。面色苍白的阅兵营也被李姐用轮椅推了过来，岳童宇就跟在旁边。宋鹤鸣走到了苏无忌的面前。事情的原委我都从电话里听到了，事情我来解决。苏无忌咧嘴一笑，温局，你够仗义。宋鹤鸣看了看一截舌头耷拉在外的魏高浪，问道：他是怎么回事？苏无忌说道：他骂我妈被我把舌头拔了。宋鹤鸣的眉头忍不住地跳了跳。苏无忌又是笑了笑：宋局放心，这是我的个人行为，行动组其他兄弟们可没有参与。宋鹤鸣刚想对此事评价一句，就听到身后传来了一道冰冰冷冷的声音：做得好。开口的正是阅兵营。很显然，若是在以前，阅兵营肯定得严格评判此事是不是逾越了调查局的执法边界。哪个队员要是犯了所谓的原则性错误，阅兵营绝对不会包庇，反而会第一时间启动内部调查。也正是因为这种性格，组员们对阅兵营的态度只是敬畏，并不可能亲近。苏无忌微微一笑：能听见岳处长这么夸我，我还真有点受宠若惊的感觉。宋鹤鸣说道：这件事情涉及的人不少，我得联系一下几个老朋友。他的话还没说完，就被阅兵营直接打断：这事情没什么麻烦的，由行动处全权负责，把所有人抓了，立刻审问，在首都公然聚众暴力伤害战斗功臣，可以定性为恐怖主义。这句话不是在跟宋鹤鸣商量。一顶帽子接着一顶帽子的扣下来，还偏偏有理有据。岳童宇一无脑门，他觉得自己妹妹似乎变了，又好像没变。宋鹤鸣也懒得再说什么了，他一挥手：就按岳处长说的办。咱俩到底谁是谁的局长啊？岳童宇走到轮椅后面，对岳冰凌说道：冰凌，你说话也注意一点，如果你不是咱爸的闺女，恐怕已经被宋叔叔开除100次了。岳冰凌冷冷说道：那这样的话，只能说明这个局长心胸狭隘，很不合格。这话甚至没避着宋鹤鸣，但后者假装什么都没听见。岳童宇简直尴尬的想死。我的好妹妹，你知道情商是个什么玩意吗？岳冰凌抬手指了指魏高浪和林景泽，眼光之中似乎没有半点人间烟火，说道：正是因为你们这些有情商的人，首都才会烂成这个样子。岳童宇憋了好几秒钟，才憋出了一句话：你说的对。宋鹤鸣扭头看了岳冰凌一眼，随后转头看向被架起来的魏高浪和林景泽，眼眸微眯，若有所思。苏无忌也听见了这兄妹之间的对话，眼波微微一动。他走到了岳冰凌的面前，笑了一下，很认真地说道：今天我发现岳处长的身上还是有不少可爱之处的。可爱？岳冰凌的眼光微微一顿。在1个小时之前，他还对李姐说，一个男人如果被人用可爱来形容，那么这个男人一定很失败。但现在，苏无忌把这句话用在了他的身上。从小到大，从来没有人这么形容过岳冰凌。
人们用在他身上的词更多是刚烈直接、冷面无情，难以接近。所以现在的岳冰凌有点无法形容自己的感觉，怪怪的。但岳冰凌很确定自己并不反感。他看着站在面前的青年说道：你是我的副组长，这事我会给你一个交代。苏无忌的语气也没有了不耐烦。咱们不都说过了吗？任务结束，行动组已经解散了。我也不是副组长啊，此事到此为止，你没必要掺和进来。他说的确实是心里话。虽然有岳家来当挡箭牌也挺好的，但此事牵扯着实不小。在魏高浪和林景泽的身后，还有错综复杂的利益链，还有很多不愿意站到台前的大佬级人物。岳冰凌如果执意调查下去，那么将会给他带来许多不必要的风险。事实上，对于岳冰凌之前那一句首都烂成这个样子的评论，苏无忌是真的肃然起敬。岳冰凌丝毫没有改变主意的意思。我既然见到了，就一定要管。苏无忌摇头笑了笑。和我相比，你才更像是一把刀。岳冰凌的眼光微微一顿，而岳童宇很不合时宜地插了一句嘴：他不是刀，是双刃剑，伤人也伤己。没搭理自己的哥哥，岳冰凌看向苏无忌：苏副组长，你可以回灵州了。苏无忌说道：今天你帮了我一次，咱俩扯平了。说完，他摆了摆手，朝着自己的车子走去。岳冰凌低头看了看自己骨折的胳膊和脚踝，轻声道：扯不平的。身后的李姐听到了这句话，忽然觉得这一刻的自家小姐很让人心疼。随后岳冰凌抬头喊道：李高乐。岳处长，有什么指示？李高乐立刻跑过来。岳冰凌说道：以调查局行动处的名义，给魏家和林家发出抓捕通知，派督察组进驻首都金融监管局。立刻。苏无忌乘车回了灵州，在他的背后是一地鸡毛的首都。这一次，那些世家是真的被狠狠震动了一回。魏家和林家都是这30年才冒出头来的新兴家族，而且崛起的过程并没有那么的光彩。他们虽然底蕴不行，可实力还算凑合，尤其是在金融圈子里，多多少少有点影响力。魏高浪和林景泽被抓的消息很快便传得沸沸扬扬，而调查局这次比以往更加强势，直接把抓捕通知贴在了2个家族的主宅大门上。据说当晚2家的家主暴怒，一起坐车去了调查局的大门口，想要找宋鹤鸣要个说法。然而他们什么人都没能见到。宋鹤鸣狡猾的要命，直接把手机关了机，躲到了谁都找不到的地方。同时他还无意间通过某些熟人传出话去，说此案由行动处长岳冰凌负责办理，任何人都不得说清。外界认识岳冰凌的人并不多，可是他的名字在首都的世家圈子里却是无人不晓。首都是个人情社会，但是岳冰凌却从来不讲人情。他的铁面无私是出了名的，比这个更出名的则是他的家世。冰凌，你能不能歇歇啊？岳童宇说道。不能。岳冰凌的面色仍旧有些苍白。他坐在轮椅上，单手翻看着平板电脑上的审讯报告，目光极为专注。你说说你为什么非要主动介入这案子？家里的电话都快给打爆了，我的手机简直都不敢开机，严重影响正常生活。岳童宇没好气地说道。又累又得罪人，两头不讨好，你图什么？岳冰凌却说道。
谁打你的电话的，都记下名字来，这些人八成不干净。跟你说不通，我就不该多嘴说这句。岳童宇实在是受不了妹妹的脑回路，摇了摇头，吐槽道：还有，这个宋叔叔可真是够意思的，把你推到最前面当挡箭牌了，自己倒是逍遥自在的玩起了失踪。岳冰凌头都不抬地回应道：他上专案了。也就你信他上了专案。岳童宇忍不住地说道：他在非洲一线这么多年，那么多同期特工都牺牲了，他还活得好好的，你以为他靠的是铁面无私和冷漠威严吗？岳冰凌仍旧没抬头，问道：那他靠的是什么？岳童宇说道：是狡猾呀，我的妹妹。岳冰凌没回应。他在看人方面有自己的一套标准，只是偶尔才会受他人影响。这个偶尔叫苏无忌。不过我总觉得不太对劲。岳童宇端着一杯咖啡靠在墙上，似乎开始有点回过味儿来了。哪里不太对劲？直接说，简略点。岳冰凌这对待老哥的态度，也完全像是在对待下属。苏无忌这小子不是故意在利用你吧？岳童宇说道：利用你替穆千羽把铃木银行进首都这事儿扫平障碍。岳冰凌的眼光一闪，反问道：他怎么利用我？魏高浪和林景泽两人的出现，他事先并不知情。可他万一猜到了呢？岳童宇还是觉得苏无忌的脑子有点阴险。岳冰凌把平板电脑放下，看了看自己的哥哥。苏无忌发现了跟踪，第一时间就把电话打给了宋局。岳童宇，你当时也在车上，去首义开发区也是宋局长临时指挥苏无忌去的，而调动行动组出面是我下的命令。你觉得这里面谁是狼人？按照岳冰凌的这个逻辑，好像真的只有苏无忌是无辜的。岳童宇沉默了一下，道：被你这么一说，我倒是觉得宋叔叔才是幕后黑手。岳冰凌眉头微皱，这一声里已经有点不耐烦了，还包含着对于岳童宇这种瞎几把推理行为的蔑视。我听说宋叔叔年轻时和魏家林家的关系并不好，说不定他也顺手在借刀杀人。岳童宇说道：虽然我找不到因果联系，但我总觉得这件事情之后你成了唯一的受害者。岳冰凌抬起唯一能动的手，一指大门：岳童宇，你出去。岳童宇，我是你哥，你能不能稍微客气点？岳冰凌没理他，而是拿起手机给同事回了一条语音消息：继续深挖，把林景泽的嘴巴撬开，我要知道是谁指使了他。勒索40个亿，还真敢开口。这句话让岳童宇听着头皮发麻，他忍不住地说道：冰凌，华夏是个人情社会，首都更是体制里办案子都是划定范围，点到为止，哪有深挖到底的？你到底想波及多少人？岳童宇从小耳濡目染，太知道什么叫关系网了。纪检部门在查案子的时候，只要挖得深，2个看起来八竿子打不着的人都能成同伙。所以往往在办贪腐案件的时候，上面会划定个调查的深度范围，到了这条边界线就不再往下查了。岳冰凌没理会老哥，继续拿着手机布置着任务。喂，岳冰凌，我在跟你说话呢。地方官场因为1、2件不起眼的小事出现集体塌方，这可不止一次了。但这里是首都，你不能这样瞎搞。岳童宇，你出去，立刻！岳冰凌声音冷冷：未经我允许，以后不许再进入我书房。行，我走。岳童宇忍不住地丢下一句：反正你办这个案子的时候想一想，首都有多少潜规则的高压线是你不能碰的，
凡事要有个限度。切！岳冰凌，如果我碰了，会怎样？老爸会很头疼。岳彤宇叹了一口气，说道：他正处在关键一步的时刻，你不要拆他的台。岳冰凌的声音冷冷：岳彤宇，爸爸没让你从政，是有远见的。你简直不可理喻。岳彤宇简直气得鼻子都歪了，愤愤丢下一句，快步走了出去。与此同时，类似的讨论也在白家发生着。白木哥洗完了澡，穿着一身纯白色的睡衣睡裤，严严实实，只有修长的脖子露在外面，甚至连他的脸上都贴着面膜。老姐，你说你天天保养的那么好，又不找男人，那不是白保养了？白旭阳凑过来：哎，我给你介绍个男朋友怎么样？白木哥窝在沙发上看着电视，看都没看老弟一眼。又是你的好兄弟苏无忌？哼！白旭阳立刻点头。他多好啊，行侠仗义，正气凛然，简直挑不出毛病来。白木哥，所以你就一定得把你姐嫁给这种夜夜笙歌的渣男？谁说他是渣男了？白旭阳说道。他一直都是单身，社会主义五好青年。白旭阳，你想把江婉欣抢回来，大可不必用把我牺牲的方式，简直蠢透了。白木哥举起遥控器换了个台。不过话说回来，你的脑子还真比苏无忌差得很远。白旭阳顿时找到了新的切入点，一拍手：是啊，老姐，你那么聪明，苏无忌也那么聪明，你俩要是生个孩子，不得是妖孽啊！这货已经3句话离不开嫁姐姐了。说到妖孽，白木哥若有所思，随后说道：这一次苏无忌回了一趟首都，是主动入局，一石三鸟，确实是越看越妖孽。一弹三鸟。白旭阳有点不太理解这句话的意思，他微微皱着眉头：你是说无忌这次是主动被抓回来的，他不是因为东洋人的抗议才被抓回来的吧？白木哥懒得跟自己弟弟解释，他淡淡说道：苏无忌本来就想回一次首都，只不过采取了这种方式而已，但我不确定他这次主动回首都的最大原因是什么。白旭阳随口扯道：总不能是想要振兴老苏家吧？白木哥没说话，还在沉思中。白旭阳伸出手来，在白木哥的眼前晃了晃：姐，那你说一弹三鸟，到底哪三鸟啊？我是不是其中一只鸟？白木哥牵手轻抚额头：白旭阳，你总是跟秦桂林在一起，看样子是真的被他传染了。他站起身来，伸了个懒腰，那长袖睡衣也遮不住这优美的身段，浓浓的女人味道从他身上每一处曲线散发出来。白旭阳像是想通了，一拍大腿：我知道了，苏无忌应该是听说了你的美名，为了引起你的注意，所以才折腾出那么多事情来。姐，你也是他笼子里的一只鸟。白木哥差点撞门框上，他扭过头，没好气地说道：白旭阳，你上次腰疼，去医院打封闭，医生是不是扎针的时候打偏了，把封闭打你脑子里去了？白木哥说完，重重把卧室的门关上了。砰！白旭阳看着老姐的房门，摇了摇头，自言自语：废话，我又没有秦桂林那么傻，我就是试试你对苏无忌到底有没有感觉。说完之后，白旭阳觉得任重道远，无力地叹了一声。而这个时候，白旭阳的微信上收到了一条消息：发件人士
火锅味，阿布，火鸡味锅巴。消息的内容是：把你姐的联系方式给我一下。白旭阳一下子兴奋起来了，他立刻打字：好的，我现在就发给你。火鸡味锅巴催促：快点。收到。白旭阳兴冲冲地把老姐的电话号码和微信号全部发给了苏无忌。他又说道：你稍等，我直接拉个聊天群。紧接着，白旭阳把苏无忌和白木哥的微信全部拉到了一个群里。你俩好好交流，我就不当电灯泡了。白旭阳在群里说完了这一句后，他自己居然选择了退群。这个群只剩下了2个人。灵州，苏无忌被白旭阳这突如其来的骚狠狠地闪了腰，他都还没反应过来，白旭阳就已经把群给退了。紧接着，白旭阳的私人聊天框弹出了个消息：兄弟加油，泡上白木哥，我看好你。我操，这货有病吧！苏无忌忍不住地骂道。然后他在群里打字：白木哥找你有事。白木哥，什么事？事实上，白木哥现在也处于懵逼之中。他本身对苏无忌的态度并不友好，甚至还说出过大恩似仇这种话来。哪怕对方救了白旭阳，白木哥也一直在控制着白家，和苏无忌保持相应的距离。可现在，对方突然找自己，是为了什么？躺在床上，白木哥看着手机消息，忍不住地开口吐槽：真没礼貌，也不知道喊一声姐。苏无忌在群里继续打字：白木哥，听说你暗恋我很久呢。他深吸了一口气，打字道：你有病吧？苏无忌：的确有可能，如果魅力太大也是一种病的话。白木哥觉得自己今晚简直遇到了2个神经病，他强忍着退群的冲动，继续打字：有话快说，我都没见过你。苏无忌：你家长辈想要把你嫁给我，还专门给我姑姑打了电话说要提亲。白木哥瞪大了眼睛，手指狠狠戳着屏幕：不可能。苏无忌：呵呵，欲擒故纵女人别装了，你的小把戏已经被我看穿了。白木哥简直想要骂人了。他忽然理解了为什么白旭阳这么推崇苏无忌，这就是一对奇葩。苏无忌继续打字：以后别搞这些盘外招，咱们俩不可能的。就这样吧，我睡了，再见。喂，睡什么睡？你把话给我说清楚。苏无忌，你给我出来！白木哥又是连续发了好几条消息，然而苏无忌愣是没有再冒泡。白木哥始终都没收到苏无忌的好友申请，人家似乎对他完全不感冒。白家大小姐把手机愤愤地扔到了一边，她简直觉得这一切荒诞之极。在床上躺了半小时都没睡着，白木哥又翻看了一下和苏无忌的聊天记录，不禁有种又好气又好笑的感觉。本小姐在国内国外有那么多人追，你倒好，见都没见过，直接拒绝了。白木哥想到这儿，忽然起了一点玩心。他在群里用语音说道：你是单身，我也是单身，要不咱俩试试？这声音软软糯糯，那一股慵懒之意真的还挺撩人的。就连白木哥听完都控制不住的起了一身鸡皮疙瘩，他甚至觉得自己的人设都因为这一句而崩塌了。然而苏无忌并没有回应。几分钟后，白木哥赫然发现系统在群聊下方提示了一行小字：火鸡味锅巴退出群聊。白木哥简直咬牙切齿，
他立刻给白旭阳打了个电话，把苏无忌给我拉进群里，立刻。白旭阳的语气里满是八卦意味。无忌退群了，姐，你对他耍流氓了，把他吓跑了。神经！白木哥立刻把电话挂断了。白旭阳很快就又拉了一个3人群，这一次他没有退群，而白木哥和苏无忌也都没有再说话。白旭阳打字：长夜漫漫，无心睡眠，都出来聊聊天啊。没人理他。他呵呵一笑，让你们装。说着，白大少直接在群里发了1万块的3人红包。系统提示：苏无忌领取了您的红包，白木哥领取了您的红包，白旭阳自己也抢了一个。他看了看红包页面，上面显示：恭喜苏无忌获得了运气王，抢到9872.58元。白旭阳抢到了127.41元，白木哥0.01元。系统提示：白木哥退出群聊。苏无忌此时并没有睡觉，他把手机扔到了一边，正看着穿着 T 恤热裤的童优柔跳着舞。不得不说，经历了这几天的打打杀杀之后，看着柔姐姐跳舞真的很能放松神经。跳了半个多小时，童优柔喘着粗气，擦着脸和脖颈上的汗水，坐到了苏无忌的旁边。他的 T 恤已经湿了不少，尤其是胸前的位置，几乎已经完全粘在了皮肤上，变成半透明的布料，根本挡不住里面的白光。回来之后还有点不太真实。童优柔坐了下来，在宁海发生的那些事情真的跟做梦一样。东洋忍者、间谍、绑架、暗杀，这些名词以往童优柔都只在小说和电影里见过，却没想到现在已然成了自己亲身经历的事情。苏无忌说道：我听千羽说你还给狗仔花了20万买照片。童优柔并不意外苏无忌知道这事儿，是我让狗仔去拍的，本想造一造舆论来着。他说道：穆小姐当时拦住了我，不然我就给调查局买上10几个热搜了。当时童优柔第一时间想到的方式就是利用舆论来施压。他让经纪公司的所有流动资金都已经准备好了，如果对方删一个热搜，他就买2个热搜。毕竟调查局带走的是抓走东洋间谍的功臣，从某种程度上来说，说是民族英雄都不为过。童优柔连文案都准备了10几个，想要把网民的愤怒情绪调动起来，并不是什么太难的事情。苏无忌摇了摇头：千羽也幸亏拦住了你，你要真这样搞了，从此娱乐圈也没人敢请你了。只是这种对冲国家暴力机关的决定着实太危险了。其实苏无忌的心里面是有些感动的，自己被调查局带走，童优柔便能直接做到这般地步。哎，最难消受美人恩啊。当然，在童优柔的心里面，目前对苏无忌的定位肯定是关系比较好的异性朋友。童优柔继续说道：我以前只是听到过穆小姐的名字，这次她突然打电话给我，说起狗仔一事，我真的很意外，也很感激她。在灵州绝大部分普通人的眼里，穆家就是个超级庞然大物，而作为这其中最璀璨的那颗星，穆千羽一直是别人可望不可及的存在。你们以后说不定会成为很好的朋友。苏无忌笑着说道，总觉得穆千羽这风范越来越有后宫大房的感觉了。童优柔说道：不过这次的事情倒是提醒了我，当我自以为把事情做得天衣无缝的时候，或许有不止一双眼睛已经注意到了我。
苏无忌点点头，深以为然。起码在自己已深入局的时候，宋鹤鸣便是直接看穿了他的所有目的。还好这位调查局大佬是个正面人物，如果看穿自己的是个反派，周志远肯定在自己进入调查局之前就死掉了。苏无忌点点头，看来以后得把事情做得更隐蔽一点。童幽柔，他从苏无忌这个表情上总觉得对方不像是要干什么太正经的事情。童幽柔看了苏无忌一眼，抿了抿嘴道：麦克斯韦的代言就要正式公布了，到时候肯定会引起地震般的轰动效果。苏无忌说道：你对麦克斯韦有什么要求尽管提，他们要是敢反对，我抽他们丫的。我哪敢对他们提要求。童幽柔想说的当然不是这个，他说道：合同签了3年，每一年的代言费是600万美金，你的那一份我已经给你留出来了。对于悠然经纪公司来说，这份代言是金钱和名利的双丰收。苏无忌是牵线搭桥的中间人，即便他抽成70%，童幽柔也觉得是应该的。苏无忌一摆手：嗨，我还缺钱，这点钱你们留着就行了。要是财务在这里，肯定又得好好喷一喷老板了。每次都是花钱哄女人开心，真不知道这么做是图什么。童幽柔总觉得这么做太亏欠苏无忌了，自己总得想点办法补偿。他一时间没有主意，只能说道：时间不早了，那我先回去了。苏无忌说道：反正你来都来了，要不你今天晚上就别走了。童幽柔，啊！这一刻他的思维一下子纷乱了，无比纠结的情绪陡然涌了出来。大家都是成年人了，自然能听懂这句话是什么意思。原来他不要钱，要的是这个吗？童幽柔心道。他咬了咬嘴唇，低头看了看那已经被汗水湿透的衣物，没说什么。天价的代言合同砸下来，好像自己陪他一夜也没有什么的。虽然这么说有点三观不正，但柔姐的心里面确实是这么换算的。就连她自己也认为，和这无比珍贵的代言相比，连续跳1个月的舞，又怎么可能偿还得上这天大的人情？你这有什么好纠结的？苏无忌并没看出来，此刻童幽柔的心里面在天人交战，说道：千万别告诉我你还没玩过。童幽柔低头看着地面，苏无忌哈哈一笑：可好玩了，我保证你玩了之后就会爱上的，可有意思了。听了这句话，童幽柔想着，上次我都洗干净了，钻到你的被窝里，你不也没玩吗？怎么这次突然反悔了？上次在宁海的酒店里，你怎么不玩啊？柔姐忍不住地问道。苏无忌：我喜欢在我自己的房间里玩，不管玩多大都不怕被警察抓。哦，原来是这样啊，那我先去洗澡。童幽柔双颊发烫，佯装淡定地找了个理由，身上都是汗难受。行，你去吧。苏无忌说着抄起了电话。肖经理再给我叫2个妹子上来，人多了才好玩。砰！童幽柔一头撞在了门框上。童幽柔怀着无比复杂的心情洗了个澡。要是按照以往的性格，她肯定会直接摔门就走，根本不给苏无忌半点好脸色。可是对方救了自己的命，还给了这么大的恩惠。她站在镜子前，陷入了激烈的天人交战之中。真是早知道上次就直接做了，还拖了这么久，越拖越没勇气了。童幽柔咬了咬嘴唇，在心中轻轻自语：可是
他要再喊2个女人一起，这可不会太开放了一点，万一得病了怎么办？4个人该怎么玩啊？2个人玩，另外2人在旁边看着。童幽柔千长百转，她穿上贴身衣物，披了一件浴袍，想了想，打开了百度，想要搜一下自己刚刚的疑问。然而百度什么都没搜到，却提示她一行字：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政策，部分搜索结果未予显示。这让童幽柔的脸一下子如火烧一般。查一查都违法了，要是真的干了，那岂不是得……柔姐觉得自己得提醒一下苏无忌，不能这么玩。纵歪过度损伤身体是小事，被警察抓了就不好了。然而等童幽柔红着脸走出浴室的时候，却发现苏无忌正跟2个身穿包臀裙的妹子坐在麻将桌前。快来洗个澡，磨蹭那么久，3缺1，就差你了啊！苏无忌说道。童幽柔的脸一下子更红了。哈，你说的玩是打麻将？苏无忌叼着一根没点燃的香烟，脚踩在旁边的凳子上。不然呢，还能是玩什么？那2个包臀裙姑娘看着童幽柔，笑道：西西，我们以后跟苏老板打牌也穿浴袍来，不然苏老板总是对我们无动于衷。童幽柔怀着无比怪异的心情坐在了麻将桌边。她看了看身边的2个妹子，问道：你们之间不是那种关系？看着童幽柔这小心翼翼的问法，这2个姑娘笑得花枝乱颤，随后撅嘴轻哼：姐姐，我们俩天天都来皇后酒吧，可从来没见过苏老板碰过任何一个女人。是啊，我们天天勾引苏公子，人家从来不咬钩，弄得我都开始怀疑自己的魅力了。原来苏老板喜欢姐姐这款啊，怪不得呢，姐姐肯定会疼人。童幽柔被调笑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这位在公司说1不2的女强人，此刻居然有点局促了。她看着这2个姑娘，说实话，在这种带妆状态下，每个都挺漂亮的，身材也是前凸又后翘，撩人又火辣，只要是个男人，肯定都想入股。苏无忌天天守着这么多美女，居然能不动心。童幽柔突发奇想，自己长得也不错，都主动送到苏无忌嘴边了。他接连2次都不吃，这位小帅哥不会是有什么难言之隐吧？打了1个小时的麻将，心不在焉的童幽柔输了17000块。苏无忌乐得合不拢腿，再来，下一把搞大点。好不容易遇到这么一个大冤种啊，不大善人。柔姐终于明白了，为什么之前这家伙要说出那一句我喜欢在我自己的房间里玩，不管玩多大都不怕被警察抓，合着说的是赌博啊。不过苏无忌好不容易赢了钱，却没能持续下去，因为肖英磊进来了。介于馥郁和清新之间的芳香味道随之传进鼻尖。老板，有件事情跟您汇报一下。肖英磊说道。淮东有个叫齐光明的，这个月把生意做到林州了，一直想和您见个面，我拒绝了好几次，这次他又来了，阵势还不小。苏无忌叼着烟，胡拉着牌。这又是哪根葱跑在本少爷面前摆谱了？齐光明和齐光亮2兄弟是做餐饮起家的，后来成立了明亮集团，现在夜店生意做得很大，在淮东有几家大厂子，最著名的叫凯撒宫和华东汇，也算是那片地区的娱乐地标了。凯撒宫什么破名字？听起来像是村里的大澡堂子。苏无忌说道。他想干什么？想见一见老板。肖英磊说道。如果不见呢？苏无忌说道。如果不见，就砸了皇后的场子。
肖英雷微笑着说道。他显然也是一点不慌乱，甚至眼里还有一点点的期待。咋成绩？苏无忌乐了，一推麻将，走，正好手痒了，带上小庞，咱们下楼会会他。自从上次解决了东方丽人会所之后，在灵州的夜场很少有不开眼的再来找皇后酒吧的麻烦了。这就搞得那些想看苏无忌亲自下场打架的客人们都没得看了。而这次明显来了一个过江龙。童幽柔看到苏无忌撸起袖子要打人，本想立刻跟出去，可发现自己身上还穿着浴袍，连忙说道：你们先去，我换个衣服就下楼。萧英雷抿嘴笑了笑，说道：谢谢童小姐关心老板的安全，我下次给您在这边留一件专属浴袍。不用了。童幽柔面红耳赤。苏无忌进了电梯里，萧英磊便把齐光明的资料让他过了目。淮东那一片区域，男人们很讲义气，性格也会更硬气一点，吵架不超过3句，肯定得动手。在严打之前，经常爆发几百人的群架。也许是由于民风使然，历史上从这一块地方起兵造反的大佬数量可算得上全国前列，经常是振臂一呼，应者无数。齐光明和齐光亮两兄弟就是现代版的淮东大哥。两人家里条件不太好，初中上完便离开了村子。哥哥齐光明当修车学徒，弟弟则是在 KTV 里当服务生，勉强能混口饭吃。10多年后，兄弟两人已经有了自己的台球厅，还拉了几十个小弟，在灰色地带慢慢把生意越做越大。而现在兄弟俩已经都超过了40岁，旗下的明亮集团几乎一统淮东地区的所有夜场了。谁要敢从去淮东周边做夜店生意，从他们的手底下抢食吃，那么下场可能就很惨了。齐光明一到灵州便收购了3家倒闭的会所，大张旗鼓地跟苏无忌抢生意，一如既往的高调风格。此时已经是凌晨3点了，皇后里面还是人声鼎沸。草根兄弟能做到今天这程度也是不容易。苏无忌说道，非得往皇后的枪口上撞撞。他这句话里的枪口指的可是狙击枪。萧英磊说道，这几年来，这两兄弟的性格已经变得非常张狂了，淮东和周边几市已经容不下他们的野心了。苏无忌的眉毛一挑，背后有没有人指使？萧英磊说道，目前不像，应该没有。下了楼，酒吧门口已经堆起来了。齐光明一方带来了几10台车，起码200人围在皇后的大门口。王大洲和10几个安保正和他们推搡着。每一次皇后酒吧发生这种冲突事件，里面的酒客们都很兴奋，那些贵的酒水点个不停。要是老板苏无忌亲自下场打架，消费更是疯狂。别的酒吧都是美女助兴，到了皇后就成了打架助兴了。此刻看到苏无忌走出来，酒吧的客人们纷纷激情下单，然后拿着酒瓶都跟了出来。小庞跟在苏无忌的身边问道，老板，要不要抄家伙？苏无忌呵呵一笑，黑社会争地盘呢，你特么掏出一把大狙顶在对方脑门上，像话吗？小庞，学到了，老板，我们要讲礼貌。齐光明今年43岁，个头大概1.85米，留着平头，皮肤黝黑，又高又壮。他穿着黑色夹克，脸上虽然戴着无框眼镜，但并没有增加多少斯文气质，那种匪类的感觉极为明显。相传
在这兄弟两人中，齐光明一直冲在前方，为了集团业务开疆拓土，而齐光亮则是个智囊型人物，明亮集团的大小事务都交给他来决策。苏老板，齐光明看着对面这个比自己小了将近20岁的青年，微笑着说道：我想你应该知道我是谁。苏无忌摊了摊手：我真不认得啊。齐光明脸上的微笑不变：这几天我来拜访了你几次，都没找到人。听说你带姑娘去了外地旅游，现在终于回来了，玩得开心吗？带着妹子去外地旅游。苏无忌的表情有些怪异。确实从宁海一路玩到了首都，非常刺激。齐光明，我想来林州做生意，特地来拜会一下苏老板，也看中了苏老板旗下的东方丽人会所，想买下来。这东方丽人还是苏无忌从白旭阳的手里抢过来的。苏无忌嘲讽一笑：不卖你哪里来的回哪去，抢生意抢到我这里来了，想佛面上刮金。齐光明大笑了几声，不仅齐光明在嘲讽的笑，他带来的那些保镖和打手也都开始笑起来。佛面上刮金，苏老板可真会比喻，我可从来没见过哪个夜店老板这么往自己脸上贴金的，哪怕是现在的我也不敢这么说啊。齐光明早就听闻苏无忌的那些破名声了，今日一见，还真是如此。这个青年看起来比传言中更加的轻浮轻佻。齐光明有点搞不懂，这么不稳重的家伙是怎么能把酒吧生意做到这么火爆的。不过很快他便以为自己找到了答案，因为穿着一身旗袍的萧英磊站了出来。他说道：齐老板，平时皇后的具体运营工作由我负责，如果你要谈业务，可以和我谈，不必这么兴师动众地打扰我们老板。齐光明微微一笑：萧经理，听说你能力很强，如果你愿意，可以到我的明亮集团工作，我会把所有厂子的管理权都交给你，而不必只屈尊于这小小的皇后酒吧。然而他的话还没说完，啪！苏无忌忽然反手一抽，一记耳光结结实实地落在了齐光明的脸上。苏无忌冷笑着说道：当着我的面挖我的人，给你脸了。与此同时，灵州军用机场，一架专机落地，中歪调查局副局长宋鹤鸣走了出来，和他并肩走下舷梯的是一个穿着军装的中年男人，肩章上有一颗星星，而在他们的身后还跟着2队战士。宋鹤鸣和这少将上了一台挂着军牌的奥迪 A6， 他随后对司机说道：去云烟湖边上的皇后酒吧。那少将笑了起来：老宋，你开玩笑呢？我穿着这身衣服去酒吧？宋鹤鸣也笑了：那可不是普通的酒吧。宋鹤鸣：那是1等功臣之家。